今天又到民企这边来，听说捷迪 K750的这个量产版的车到了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量产版和我之前拍过的试装车都有哪些改进。这是一个蓝色，有点泛紫的这种淡蓝色，比之前的那个绿色要顺眼很多，也协调很多。然后整体外观看上去，在这个光线条件下，这个漆面效果是不错的，还是非常闪，平整度也挺好的。我们还是从车头来看一些变化吧。首先是这个风挡，就是贴了一层这个黑色网点的这个膜在上面，还挺和谐的，这个相当于有一个半熏黑的效果。然后后视镜这些是跟试装车是一样的，然后阻尼也非常的强，这个后视镜接缝这些壳的这些细节，这些均匀度，包括它这些合缝线或者说叫水口吧，处理的也算是国产里面的中上水平了。这个地方还有一点点的不整齐，然后往后面走，这个贴纸是贴在外面的。这个车所有的拉花都是直接贴在这个清漆外面的，方便之后你撕掉之后去自己做涂装。副车架的这个质感也是用着这种闪银粉的这种有点消光漆的感觉，这个地方很出质感。这个区域，包括主车架的这个漆面处理的也非常漂亮，还有后面脚踏这一块都是用的有点闪光的珍珠效果的那种漆，有点磨砂的感觉。包括这个后脚踏的之前提到的比较深色，这个也有所改进。排气这边的这个口依然是一个假的一个排气口，真实的排气口是坐在这个位置，是朝下的一个底盘。然后后面这个我觉得提升不大，这个轮圈黑色的比金色的稍微会掩盖住一些瑕疵，但这个位置还是有一点点。然后可以看到，这个高配版的 K750已经升级到了米其林的 Power Cup 2的一个半热熔的一个轮胎，这个轮胎看着就非常竞技，包括从后面看这个180的宽度也非常的扎实。然后这个细节是之前我吐槽比较多的，后面这个牌照支架的这个位置，之前试装车非常的不平整，现在这个量产车看着就比较光滑了。包括这些壳子，基本上按上去都没有那种嘎吱嘎吱的那种响声。然后回到这个上三星这一块，之前提到的这个东西没有正对中心，这个也已经有改进了，基本上是对着圆心的。上三星的这个台面还是有一点点的这种小瑕疵，当然这个不影响使用，只是看着的话有一点点的强迫症。高配版的这个750已经配备了滑离了，力度算是适中，不是特别轻的那种。然后手把按键也回归了这个跟前姜用的是一套模具的这个手把按键，这个手把按键的角度也回归了正常。我分析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高精之前那一套穿越版上的那个开关啊，它的这个油门拉线是从上方绕的。750这个跑车设定上面，从上面绕的这个拉线是不太方便去走这个风挡里面穿过去的，所以最后还是回到了750系列修理和街车都用的这一套开关按键上面。另外看一个细节，这个位置，之前试装车它的漆是只喷了外侧，这个车壳内部是一个泛白的一个塑料原色的那个感觉。现在这个量产车已经把它做到了车身同色，这个即便是没有里面的那个内衬板，也看着不太突兀了，没有什么廉价感了，至少。然后看一下线束吧，之前提到的试装车上面没有整理好的线束，这儿是做了这种小卡子的，这个位置是用的一个扎带把开关固定在这儿，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的草率，不过转向灯的这个插头也不太影响。看后面这些线束，再回到三星这一块，至少我在骑行的这个视角上面已经看不见什么杂乱的那种线束了。这儿也是做了一个这种支架，把这个线用这种蛇皮管把它套着，然后统一的走到车壳里面去。包括后面副车架上面
这些线束都还是固定的比较整齐了，没有那种很飞的线了。这边工作人员确认了这个车的前后避震都是采用 KYB 的，后面 KYB 这个还是一个带气罐的一个避震。然后可以看到链条是 DID 520 VP2， 然后链盘是用到了真核的一个链盘。OK，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另外一台车的坐垫，能够看到坐垫内的一个大致的布置。后面是坐垫的这个锁止的机构，然后这有一些尾灯和牌照灯的一些线束，然后中间拱起来这一块这个造型其实是空的，这是一个盖板是可以取出来的。下面放的是博士的一个 ECU， 然后它的电瓶的位置比较靠里啊，就看到一个正极的位置。它的电瓶放在了油箱和坐垫连接处，就说如果你要去加装一些记录仪啊，或者一些充电线这种需要接电瓶的情况的话，这个是不太方便的。OK， 那整个车座上面因为也看不见什么东西了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细节可以参考。OK， 我们现在到这边来是低配版的一个试驾车，这个也是量产版。我们来看一下它发动机层面、机械层面有没有什么一些小的改动。OK， 上车。这个坐垫真的收的特别的窄。第一，上车你的感受还是这个感受，是个特别窄的一个坐垫。OK， 哇，这个环离确实比试装车的离合轻了不少。OK， 点火，启动稍微慢了一点点。屁股上感受的震动不太强烈，油箱这个地方摸上去是有明显震动的，后视镜看着是没有抖动。手把上能够传递一些震动上来，哇哒，档位往前推动了这一下，比试装车稍微轻一点点。这个仪表的这个延迟还是有，大概接近1秒的延迟吧。提起来。